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l。如果你是新的观众，欢迎你。我管理着一个美股社群，由于平台的限制呢，我的视频主要是分析大盘和板块，具体的个股分析呢，会放在美股社群里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上，全网同名。OK， 星期五的美股里呢，我们看到了科技板块以外，其他板块开始发力。特别是成长股、能源和银行，这和之前一段时间科技板块主导的美股市场很不一样。这种表现的分离呢，对于多军来说是很大的鼓舞，表明了美股市场的广度得到了改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板块的参与度得到了提升，而不是7大科技股撑起整个美股市场。周五呢，所有主要的指数收盘都是上涨了。虽然纳指的表现稍微差一点点，只涨了 1.1%， 但是其他的指数却显示出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涨幅。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1.5%，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 2.1%， 罗素2000小盘股板块大涨了 3.5%。这种积极的市场广度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周末都过得非常高兴。截止到周五，我个人一个只操作正股的账户呢，今年是涨了 82% 左右。如无意外的话，6月底就可能要翻倍了。希望今年年底能够翻2番。今年我们美股社群里正股操作的策略，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有讲过。欢迎大家回去观看。尽管整个市场表现很强劲，纳指和它的平均移动线相比，已经开始显得过度的延伸。它目前处于13个月的高位，超过了去年8月的高点。另外，纳指相对于它的50天均线大概高出 8%， 大科技集中的纳指100相对于它的50天均线约高出 9.5%。这种过度的延伸会给大家发出一些需要谨慎的信号。标普500指数也在本周展示出比较明显的突破，已经很接近去年8月的高点了。道指也成功突破了下降趋势，并且重新站回去了50天均线。在板块方面，很多板块的 ETF 也显示出了潜力。金属和采矿 ETF 突破了下降趋势，而且暴涨 4.2%。航空公司板块创下了近几个月的新高，上涨了 2.7%。工业板块前段时间跌得非常惨，周五呢也是参与了上涨的行情，涨幅接近 3%。云基础、网络安全、技术和软件等板块继续火热。在美国股市市场广度扩大的同时，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。我们美股社群在 NET、DOCN、SNOW 等财报之后进场，现在呢都有非常大的涨幅。另外，银行板块也是我们长期持有的板块之一。之前硅谷银行暴雷的时候，很多区域银行的股票都到了非常夸张的估值，分红的利率也接近 10%， 所以长期持有也很安全。从日内行情来看，当前市场对于突破追高兴趣不是很大，都是被动的守在支撑盘整区间去买回调。现在场外观望的资金体量非常大，很多人的投资组合里面现金比例很大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很多资金都在短期国债上。那随着市场广度的进一步改善，关注那些场外观望的投资者是否会小跑入场。由于市场特别是科技板块超买的信号比较严重，随时准备应付市场出现取力的操作。自己个人的操作呢，应该保持灵活，根据市场的信号做出反应，而不是去做预测，避免对看涨或看跌产生偏见。OK， 今天就这样，欢迎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，具体个股的分析会发在美股社群里以及其他社交媒体上，全网同名。如果你想交流个股，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。下次见，拜拜。